云婷哥哥，你对人家真好。其实这颗500万的钻戒都不重要，哪怕你什么都没有，只要能嫁给老公你，我也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刷卡，给他带上。一余额不足，您的账户已被冻结。老公，是不是卡拿错了？8，霍氏集团董事长霍远东正式发布声明，即刻剥夺太子爷霍云亭一切职务与资产。这小子太顺风顺水，哼，真以为别人爱的是他这个人？董事长，真的要做到这个地步吗？小霍总从小锦衣玉食，您突然断了他所有的后路，我怕他受不了。不受点挫折，他怎么知道谁才是真正对他好的人？那破产的消息，按计划精准的放给白家。哼，这场局我要让他们自己把底牌露出来。霍总，看来我们的缘分到此为止了。芷柔，就算我被冻结了资产，以我的个人能力，别幼稚了，霍云婷，你我都清楚，我们能坐在这里互称义军老公，是因为霍家千亿继承和白家华南市场的完美契合，这是一场等价交换的商业并购。现在你被踢出局，成了一个带着封杀令的负资产。刚才那句云婷哥哥，就当是这3个月来我对你最后的售后服务吧。失策，抗风险预案做得太差。霍总，林初夏，你来的正好。我目前遇到了一点资金周转困难，你现在立刻去给我买一份热三明治和一杯黑咖。我买你大爷的黑咖！霍云婷，你有病吧？公司下午就被查封了，我连上个月的2000块全勤奖都没拿，就被你连累的失业了。你现在让我去给你买黑咖，你信不信我把你脑袋摁进下水道里，让你喝个饱？他居然敢拒绝我的指令，还骂我！没钱就别摆你的总裁谱了，上车！今天算我倒霉，带你去吃8块钱的3山大酒店。走，我要加个煎蛋，这笔账算我 A 轮融资欠你的。林初夏，这就是你的员工宿舍，容积率太低，动线设计极不合理，采光极差，而且消防隐患评级绝对是 S 级，这种地方根本无法居住。嫌差？那你滚出去睡桥洞啊！今晚你就睡这儿，别怪我没提醒你，晚上有老鼠，你最好闭紧嘴巴，别让他给你加餐。环境极其恶劣，但目前我的核心诉求是保存体能。优秀的决策者必须具备在绝境中向下兼容的能力。明天早上7点，我要准时召开晨会。有大便！林初夏，7点10分了，我的热美式呢？今天上午的行程是什么？把华南区宾馆的报表拿过来。另外，我的衬衫为什么没有熨？你们行政部是怎么做事的？来了，霍总，美式马上好，衬衫我这就熨。效率太低，这个月全勤扣1半。去，把我鞋擦了。好的，霍总，我这就去。我踩他一个鞋！我踩他一个鞋！霍云婷，你要不要脸？公司都倒闭了，你都被赶出家门了，你现在就是一个兜里比脸还干净的穷光蛋，你还真把我当你秘书使唤呢！最离谱的是，我居然还伺候了你10分钟，我真是当牛做马习惯了，脑子进水了！滚！现在就给我滚出去！林初夏，你先冷静，我承认，可刚才我的管理方式存在后倾。现在，我需要跟你谈一笔新的合作。合作个屁！你现在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合作？就凭我脑子里的商业模型和你在底层的生存经验，我需要启动资金。你借我5000块钱，算作天使轮投资。1个月内，我给你200%的投资回报率。如果失败，我给你打一辈子黑工。5000？我全部家当就剩3000块交房租的钱，借给你创业，我疯了还是你疯了？3000也行，可以作为种子基金。林初夏，你甘心一辈子在行政部打杂吗？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压住我这只潜力股，这可能是你这辈子唯一一次跨越阶层的机会。林初夏，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赶紧把这个月的房租交了，不然老娘今天就把你铺盖卷全扔出去！林初夏，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赶紧把这个月的房租交了，不然老娘今天就把你铺盖卷全扔出去！你是这里的物业管理人，很好，我是林小姐的首席 CFO。关于她本月账单的延期支付问题，我们需要重新签署一份对赌协议。完了，这笔壮大了，今天铁定要露宿街头了。什么 CFO？ 什么对赌协议？你少在这跟老娘拽词儿！林初夏，你长本事了是吧？找个穿破白衬衫的小白脸来忽悠我？今天拿不出3000块房租，立马给我滚蛋！王女士，根据你的账本，这栋5层自建房共有30个单间，目前空置8间，另有5户拖欠房租超过2个月，你的资产空置率高达26%，怀照率16%，整体资产回报率极低，现金流随时有断裂风险。你怎么知道我姓王？我现在的推案是免除林初夏本月3000元的租金。作为交换，3天内我会出具一份城中村租客结构优化方案，帮你把空置率降为0，并清收所有坏账。
如果对赌失败，这间屋子里的所有固定资产全归你。大哥，这屋里的固定资产就一张破床和一个衣柜，加起来卖废品都卖不到50块，这对赌也太随便了吧？你拿我的全部家当去空手套白狼？行，那就给你3天，3天后要是租不出去，老把你们俩一起扔大街上。危机暂时解除，拿上你的3000块种子基金，跟我走。去哪儿？去完成第一笔杠杆交易。这混账小子用我教他的华尔街并购理论去忽悠城中村的群租房。传我的话，全城所有正规企业写字楼，谁敢利用他，就是跟我霍振中作对。霍云天，你疯了吧？你把我拉到水贸市场干什么？这就是你说的杠杆交易？你不会是想拿我的3000块钱取金带鱼吧？信息差是商业的核心，这些在高端餐饮业被视为废料的边角料，经过重新包装和渠道下沉，利润空间可以达到300%以上。林初夏，记住，我们现在不是在买带鱼，我们是在进行底层供应链的重新整合与分配。老板，你这批品相受损的手产品，我全盘接手。我不仅能帮你清理库存，还能让你免除垃圾处理费，但我要求你提供简单的物流配送服务。哪来的傻逼？这些老子正准备拉去喂猪呢，全盘接手。你出多少钱？200块。滚！哪里来的傻波一？滚！哪里来的傻波一？付钱。200块买下这批不良资产。今晚我要让城中村那帮小年轻见识一下什么叫降维打击式的餐饮体验。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居然给一个神经病投了天使轮啊！霍云婷，你看看这些虾，头都掉了，这玩意儿烤出来谁吃啊？吃出肠胃炎，我俩得进去蹲大牢！林初夏，停止你的无效抱怨，这叫原材料物理重组。虾头虽然掉了，但肌肉纤维依然具有食用价值。把我的 PPT 挂起来。39块9，街口的烤面筋才1块钱一串，你把烂虾肉串起来卖40，你这不叫创业，你这叫诈骗！你把烂虾肉串起来卖40，你这不叫创业，你这叫诈骗！纠正一下，我卖的不是虾，是拆盲盒的多巴胺刺激和专属尊贵净感。城中村住着大量996的底层白领，他们压抑焦虑，需要低成本的刺激来释放压力。我的产品直击痛点。烤韭菜、烤腰子，10块钱3串了。老板，你这盲盒里是什么啊？卖这么贵？你是做 IP 的吧？今天改了几次需求？8次。产品经理那个傻逼。你现在需要的不是10块钱3串的廉价碳水，而是对自己今天抗压能力的最高奖赏。我的盲盒里是深海优质蛋白与独家秘制香料的完美融合。更重要的是，这份盲盒象征着你今天没有被生活打倒。嫂子，老板你说的对，我要对自己好一点。我操，这都行！我操，这都行！几块烂虾肉加点蒜蓉，被它包装成深海优质蛋白，居然真有大冤种买单！这就是资本家的嘴脸吗？这个世界终于还是颠成了我看不懂的样子。39.9元，扫码支付，吃完回去睡个好觉。老板你说的对，我要对自己好一点。我操，这行！在那种环境里，居然还能敏锐地抓取到情绪消费的市场下沉逻辑，他不仅没崩溃，还玩得挺溜。老爷，少爷今晚这50份盲盒要是卖完，就有2000块的现金流了。明天他可能就能把城中村那个摊位盘下来做连锁了。连锁个屁！明天一早给我派人去把那条街的摊位管理费涨10倍，我看着还怎么做杠杆。1995块，我的天妈呀！2个小时净赚1800。霍总，不，义父，你教教我，你怎么做到面不改色的把烂鱼肉吹成顶级海鲜的？霍总，不，义父，你教教我，你怎么做到面不改色的把烂鱼肉吹成顶级海鲜的？纠正一下，我没有吹牛，我只是对产品进行了2次辅导。现在拿上钱，跟我去完成对赌协议的最后一步。啊，你真要去交房租啊？大半夜的敲什么敲？房租凑够了？王女士，这笔钱我不交房租，我用这笔钱买断你那8间空房未来1个月的独家代理权，我要做2房东，并且明天开始，我要在这8间空房里打造城中村第一个青年精英共享社区。王女士，准备好数钱吧。霍云婷是吧？上面发话了，听说你要在这儿搞什么2房东生意，从今天起这条街的物业管理费、垃圾清理费全面上调。你要做生意，先交10万块保证金。我就知道这种爽文一样的开局肯定活不过2集，天要亡我！我就知道这种爽文一样的开局肯定活不过2集，天要亡我！臭小子，我看你这次拿什么破局？这位先生，
你可能存在认知偏差。我并没有进行任何商业盈利行为，我所打造的是第一入群体互助居住实验空间，属于非营利性公益孵化项目。根据城市微更新管理条例第10条，非营利性社区互助项目不仅免除一切管理费，甚至还可以向街道办申请每月2000元的专项补贴。麻烦你把补贴申请表给我一份，谢谢。麻烦你把补贴申请表给我一份，谢谢。什么互助？什么补贴？我没带表啊。那请你回去拿。另外，你的工作效率太低，我会向你们街道办主任直接投诉。这小兔崽子，跟我玩政策漏洞！来了，恶毒女配登场了！她肯定是来嘲笑霍云婷是个穷光蛋，然后两人爆发一场撕心裂肺的虐恋情深。我需不需要去买点瓜子？恶毒女配登场了！她肯定是来嘲笑霍云婷是个穷光蛋，然后两人爆发一场撕心裂肺的虐恋情深。我需不需要去买点瓜子？霍云婷，听说你昨晚在卖烂虾肉，真难为你了。堂堂霍家太子爷，现在连2000块钱都要自己挣。白小姐，如果是来叙旧的，我的时间成本是1分钟200块，你已经浪费了我50块。还是这么狂妄。签字吧，这是一份债务切割声明和破产权责认证书。拿了这笔钱，滚出这座城市，别在这个垃圾堆里碍眼。霍总，不能签啊！白芷柔，这份对赌协议是你自己起草的。白芷柔，这份对赌协议是你自己起草的。是又怎么样？太烂了。第3条第4款，你试图把海外信托的债务撇清，但你忽略了离岸公司的穿透性审查机制。如果我签了字，税务局明天就会查访你们白家在西城区的3个核心项目。第7条更是个致命 bug， 你以为这能锁死我的现金流？只要我走破产清算程序，这50万就会立刻变成们白家涉嫌利益输送的铁证，到时候你要去吃5年牢饭。白芷柔，你的金融建模能力简直是一场灾难。如果当初真跟你结了婚，你们白家的财务漏洞会把我的底裤都赔进去。你想怎么样？很简单，很简单。这份修改意见帮你白家至少规避了3个亿的税务风险和刑事责任。按照行业标准，咨询费5万块，我不收支票，直接转账。扫这个。霍云婷，你是个疯子！天使轮融资已经到位，立刻联系装修队。今天日落之前，我要这8间空屋的青年精英社区全面动工。要死了！这能算是工伤吗？天哪，这种偶像剧一样的坠落抱抱，难道他终于发现了我作为女性的魅力？天哪，这种偶像剧一样的坠落抱抱，难道他终于发现了我作为女性的魅力？他要说什么？宝贝，你没事吧？林初夏，你的核心力量太差，导致重心偏移率高达40%。如果你刚才砸断了我的颈椎，按照我国目前的伤残鉴定标准和误工费计算，至少需要赔偿我270万。下次摔倒，请避开公司的核心资产，也就是我。霍云婷，你不仅是个资本家，你还是个晚期直男癌！我祝你这辈子跟你的 PPT 过一辈子吧！各位，传统的租房只是为你提供一个睡觉的物理空间，那是农耕时代的逻辑。今天，我要向大家展示的不是房间，而是圈层。在这里，你租的不是一张床，而是每月一次的华尔街级别财务规划课，是每周一次的大厂人脉资源共享沙龙。我是你们的首席执行官兼室友。你想一辈子写低级代码，还是跟一群同样渴望阶层跃升的人住在这个孵化器里，成为下一个时代的暴发户？老板，我租多少钱一个月？3500一个月，押3付6，拒绝还价，仅限8个名额，还要进行智商和履历面试。疯了！昨天当街卖烂虾，今天在搞传销，等城管了，我一定要装作不认识他。我交，这是我的清华本科学历证明，让我加入你们的圈层。疯了！昨天当街卖烂虾，今天在搞传销，等城管了，我一定要装作不认识他。我交，这是我的清华本科学历证明，让我加入你们的圈层。我也交，我是做电商运营的，我要做风口上的猪。谁能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董事长，少爷他搞的那个孵化器正好就在我们霍氏最新开发的白领星系公寓对面。因为少爷在搞什么降维全层营销，我们那栋投资2个亿、月租3000块的精装公寓进造商遭到了大规模退租。退租原因是什么？客户们说，住在我们的精装公寓里没有灵魂，缺乏向上生长的阶层引力。他们宁愿去住少爷那个破瓦房洗冷水澡，因为少爷每周给他们讲宏观经济学。好一个阶层引力！传我的话，联系城中村的地头蛇龙哥，给我断了他的水电。我倒要看看停水停电的硅谷还能不能孵化出个蛋来。所以，当市场下沉时，我们必须对冲风险。怎么回事？停电了！谁他妈叫霍云亭？谁他妈叫霍云亭？抢了别人的生意，连拜码头的规矩都不懂。今儿这电和水，老子给你掐了，每人交5000块精神损失费，不然全给老子滚样！完了，真遇到阴茬子了！霍云亭这个死直男肯定要硬刚，今晚我们要被乱棍打死在这儿了，我的花呗还没还完啊！你就是负责断水断电的服务商？什么狗屁服务商？老子是收保护费的。收保护费？我刚才观察了一下你们的团队，靠暴力恐吓获取一次性现金流，客户留存率几乎为0，没有合规的财务入账手段，法律风险高达100%。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不到25岁，却没有缴纳五险一金，员工缺乏长期职业规划和归属感。你们这不叫黑社会，你们这叫抗风险能力极差的一校劳动力团伙。在如今的市场环境下，你们这种落后的商业模式，撑不过3个月就要面临破产或者牢狱之灾。你他妈少忽悠我！我没有忽悠你，我是在给你指明产业升级的方向。正好，我的 Matrix 物业管理公司明天注册，我目前缺少一个风险控制与资产保分部，你们被我并购了。并购？简单来说，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街头混混，你们是我的独家安保外包团队。我不给你们保护费，我给你们发底薪。另外，这个社区产生的净利润，我给你5%的期权分红。最重要的是，我给你的小弟交社保，让他们逢年过节有水面游，将来老了有退休金。龙哥，他说给咱们交社保，哎，那我妈以后就不骂我是盲流子了。去起草一份安保服务 B2B 劳碌换舔合同，把竞业协议和保密条款加进去，让他按手印。霍总，那这店10分钟内我要看到灯亮起来，然后带着你的团队去把门口的垃圾分类处理了，注意 SOP， 保证完成任务。我裂开了，这男人是个妖怪吧？他不仅没挨打，他还给黑社会了场企业培训，连黑社会都要被他抓来99标。龙哥动手了吗？那小子的社区是不是被砸得稀巴烂了？龙哥动手了吗？那小子的社区是不是被砸得稀巴烂了？董事长，龙哥说他现在是正经职业经理人，有社保的。速效救心丸，给我拿速效救心丸！上周的数据报表我已经看了，安保部上周制止了3起醉酒闹事，但客户满意度却下降了1.5%。龙哥，解释一下。霍总，是阿彪，他制止闹事的时候没控制好情绪，骂了句脏话，违背了咱们安保 SOP 客户沟通指南第3条。扣阿彪本月绩效500块，让他抄写沟通指南50遍，再有下次，优化淘汰。林助理，把罚款记入本月团队基金。疯了！堂堂城中村扛把子，现在因为骂了句脏话被罚抄50遍课文。疯了！堂堂城中村扛把子，现在因为骂了句脏话被罚抄50遍课文。这男人的 PUA 技术简直是传销级别的，我以后绝对不能惹他。哎呦，这就是曾经名震商界的霍大少爷创业的地方啊！这什么味儿啊？垃圾堆里捡破烂也是你们霍家的新业务吗？来了，标准的反派无脑富二代登场了。这台词，这嘴脸，接下来他肯定要拿钱砸人，然后嘲笑男主是个废物，该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云婷，介绍一下，这是我现任未婚夫，海天地产的公子赵天宇。霍少，听说你现在穷的连饭都吃不上，这样吧，你趴在地上学2声狗叫，这2万块钱，本少爷赏你买骨头吃，怎么样？董主管，根据我们社区的物业管理条例第7条第3款，外来车辆违规占用消防通道且产生超过80分贝的噪音污染，该怎么处理？报告霍总，罚款5000，车辆强制锁死或脱离，并对当事人进行驱逐。执行吧。桌上这2万块钱扣除5000罚款，剩下的当做你们安保部这个月的加班费。是。
你们干什么？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爸是赵……管你爸是谁！你他妈敢在霍总的地盘违停，还制造噪音！你这是在破坏老子年底的期权分红，影响老子交社保！阿彪，上锁车期！剩下的人，给我把这个不可回收垃圾扔出去！霍云婷，你简直是个流氓！霍云婷，你简直是个流氓！你竟然纵容手下动用暴力！纠正一下，这叫合规的物业管理执法。白芷柔，我之前说你金融变谋能力差，我现在收回这句话。你在人力资源风投领域的眼光更是灾难级别的。你放弃了霍氏集团的原始股，去拼购一个除了矿产资源一无是处、大脑平滑度超过90%，甚至连基本的物业交规都不懂的重资产废料。就他刚才那种为了几句口舌之快，白白损失5000块罚款和车辆使用权的无逻辑行为，我断定海天地产在3年内必将被他败光，带着你的不良资产滚出我的社区。林助理，拿消毒水把门口喷一下。那辆法拉利的尾气排放不达标，我怀疑会影响我们社区的空气净化 KPI。太强了，不付费一兵一术，白赚2万块，这哪里是霸道总裁，这简直是貔貅转世啊！这哪里是霸道总裁，这简直是貔貅转世啊！霍总，你刚才太帅了，那个富二代脸都绿了，咱们是不是大获快胜了？不，我们亏了。啊？亏什么了？那辆车的轴距是2.67米，违停在门口，导致我们原本可以摆放3辆共享单车的平效空间被浪费了。去，联系废品回收站，问问一辆法拉利罗马按照废铁称重能卖多少钱，如果超过2万，今晚就把它拆了。霍总，就算咱们现在是初创团队，来参加这种1000万级别的融资大会，也不至于骑共享单车来吧？打个车能破产吗？走路不仅能锻炼心肺功能，还能为公司节省医疗保险开支。走吧。我真是信了他的邪。等会儿进了会场，我们肯定会被保安当成要饭的赶出去。哟，这不是林助理吗？听说钱太子爷现在在城中村当2房东收租，怎么？今天来这里是想找我们机构借钱修漏水的马桶吗？城中村改造项目那算什么创业？不就是倒腾2手房吗？就是，这里可是高新科技和互联网3.0的厂子，收租工跑来凑什么热闹？你的西装剪裁不合体，导致你的挺太前倾；你的香水味道太冲，暴露了你试图掩盖极度焦虑的心理状态。如果你的投资眼光和你的品味一样差，我建议你的机构尽早清盘。你死鸭子嘴硬，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拿着这个破城中村项目能忽悠到哪路神仙！各位，传统的租房本质上是极其低级的空间租赁，那是农业社会的逻辑。Matrix 1表面上是城中村的8个房间，但实际上我们做的是高潜力低净值人群的底层物理重构。我们通过极低的生活成本，月租3500，筛选出具备强生存渴望的互联网大厂螺丝钉。在这个物理空间内，我们强制注入金融思维、人脉共享和抗风险安保系统，这就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局域生态闭环。我操，不就是合租房吗？怎么让他说的像要发射卫星一样？我操，不就是合租房吗？怎么让他说的像要发射卫星一样？我们不卖床位，我们卖的是向上流动的阶梯引力。这8个租客不是我们的客户，而是我们的活体资产池。未来我们将开启 Matrix 2、Matrix 3，彻底垄断这座城市的底层精英孵化权。我们对标的不是链科，我们对标是高盛。天才，这绝对是今年最天才的商业构想，用极低的成本撬动最大的焦虑市场。霍先生，我出2000万买你20%的股份。沈老，你太抠了。霍总，我出3000万，只要15%。3000万，足足3000万啊！太帅了，这才是真正的霸总啊！哪怕落魄了，也能瞬间东山再起，这才是真正的霸总啊！哪怕落魄了，也能瞬间东山再起。他带我来见证这么重要的时刻，是不是代表我在他心里已经不是普通员工了？他要跟我表白了吗？拿到3000万，我们庆祝一下，吃顿好的。庆祝可以，但在那之前，我们需要核算一下成本。刚才在台上你帮我翻我 PPT 的时候，因为情绪过于手抖按错了2次，导致我的路演时间延长了14秒。按照这3000万的融资规模和时间成本计算，这14秒的损失大约是870块。鉴于你是初犯，扣你200块全勤奖。现在去把刚才借来的共享单车扫开，我们要赶他跳回骑回城中村。霍云婷，你不仅是个资本家，还是一个没有感情线的 ATM 机，我今天就算死在这儿，也绝不骑你的破单车。霍云婷，你不仅是个资本家，还是一个没有感情线的 ATM 机，我今天就算死在这儿，也绝不骑你的破单车。老板，有了这3000万，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漏雨的破单间搬出去了？我要吃1星期的沙乡小吃，加2个卤蛋。林初夏，停止你的无效多巴胺分泌。你干嘛？刚刚收到内部消息，霍振东对整个创投圈下达了红色封杀令，所有跟霍氏集团有业务往来的风投机构
必须立刻停止对 Matrix One 的资金过桥。那几家答应出3000万的机构违约了，在风投圈没有落袋为安的钱，通通叫不良资产。所以，我们还是没钱。纠正一下，是比昨天更穷了。所以，我们还是没钱。纠正一下，是比昨天更穷了。林小姐，董事长有请。来了！电视剧里演了1万遍的名场面，终于轮到我了！豪门老太爷要拿钱砸我了！我是该表现出贫贱不能移的傲骨，还是该痛哭流涕的抱大腿？不管了，先去看看他给多少。林小姐，你的底细我查得很清楚，一个普通2本毕业的打工人，还背着2万块的花呗。这里是500万，拿上这笔钱离开我儿子。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那点小聪明帮不了他。拿上这笔钱离开我儿子。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那点小聪明帮不了他。霍老先生，您这500万给的非常不专业。第一，霍总昨天刚拿了3000万的融资，项目保守估值1.5个亿。作为他的初创合伙人兼唯一行政总监，我享有至少5%的期权，折现就是750万。第二，霍总极度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和情绪感知能力，我每天忍受他非人的精神折磨。精神损失费加24小时待命的加班费，按市价至少100万起步。第三，竞业协议总计865万。您拿500万就想买断我的核心竞争力，这是对恶意收购最起码的不尊重。您拿500万就想买断我的核心竞争力，这是对恶意收购最起码的不尊重。你在这跟我讨价还价？做生意嘛，漫天要价，坐地还钱。要不您给凑个整，1000万，只要钱到位，我不仅立刻离开他，我还附进您一份霍云婷生活起居及顺毛安抚 SOP 手册，包您父子关系早日破冰，怎么样？很划算的。云婷，你听我解释。林初夏，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我教了你那么久，你居然以这么低的价格抛售自己的核心资产，1000万，你当你是路边的白菜吗？1000万，你当你是路边的白菜吗？老板，1000万不少了，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闭嘴！董事长恶意挖角竞争对手的核心 C 里，还试图用区500万进行降维打击，你的商业手段已经退化到这种地步了吗？这仗势也太激烈了吧！我告诉你，林初夏是我 Matrix 生态闭环不可或缺的底层逻辑，没有他协助处理高强度的工作事务，我的现金流转不起来。你想剥离我的核心资产，可以，按照今天早上的 A 轮溢价，拿5个亿的现金来做全资收购，少1分钱，我的法务团队都会以不正当竞争罪把你告上商业法庭。你们2个强盗、土匪、神经病，互相助心丸，太霸气了！他为了我，竟然敢跟亲爹开出5个亿的天价，难道在他心里，我真的值5个亿？天哪！难道这座万年冰山终于融化了？他爱上我了？老板，你刚才说我值5个亿的时候，真的好有男人味哦。要是董事长真的给了5个亿，不可能给的。他的流动资金主要在地产和期权里，随时能调动的现金流不超过3个亿。我包5个亿，是为了利用锚定效应击穿他的细防线，打断他的收购节奏。那万一他真的砸了5个亿买我走，这钱咱们怎么分？对半分？你想什么呢？你是公司的资产，卖出你的5个亿，全部当做公司的投资收益进入公账。至于你，按照离职补偿 N+1，我会发给你1个半月的底薪，一共4500块，记得交税。换上，今晚跟我去参加本市的滨海企业家慈善晚宴。天哪！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霸总标派私人定制高制礼服？他居然偷偷记住了我的尺寸，他心里果然是有我的。这衣服一定很贵吧？让你破费了。不贵，这是我让龙哥去东莞的代工厂直接拿的尾单，面料成本120，人工费80，顺丰到付23块。那些所谓的国际大牌，本质上只是收割中产阶级虚荣心的智商税。我拒绝支付任何品牌溢价。哦，对了，这223块钱已经从你下个月的工资里预扣了，记得爱惜点穿，明年年会还能复用。霍少，好久不见，你看人家新买的高定项链好看吗？呸！狐狸精，声音夹得比太监还难听，老板肯定要被这鸽子蛋迷晕了。碳权按照四方体网状结构排列的同源异体而已。啊？什么体？戴比斯公司100年来塑造的最成功的营销骗局。由于缺乏2级厂的流动性，你这块石头走出专柜的瞬间，资产贬值率就超过了60%。用2000万买一个毫无避险功能且无法生息的非流动死资产，安娜小姐，
如果我是你父亲，我会立刻剥夺你的家族信托继承权。疯了疯了！哪有在相亲晚宴上给人资产焦虑的？他绝对要被这群大小姐泼红酒了！疯了疯了！哪有在相亲晚宴上给人资产焦虑的？他绝对要被这群大小姐泼红酒了！霍少，你好懂哦！那些追我的男人只会夸我漂亮，只有你愿意指出我投资组合里的秘密之论，你好有魅力！是啊，霍总，那你看看我这个爱马仕喜港梗鳄鱼皮包包呢，保值吗？智商税的重灾区不仅存在严重的动物保护合规风险，且皮革的物理保养成本远高于其升值空间。哇，太酷了！霍少，能不能留个微信，你教我怎么做资产配置吧？你骂我骂的好准，我就是个挣钱的笨蛋美女。骂我骂的好准，我就是个挣钱的笨蛋美女。原来他不是不会和女人说话，只要对方是身价上亿的千金大小姐，他也能聊得这么火热。你不在里面扩展人脉，跑出来干什么？你的交际转化率目前为0。我这种穿200块地摊货的打工人哪有资格去拓展人脉啊？老板你多好，在里面给大小姐们上金融课，他们恨不得把整个家族都陪嫁给你，你怎么不挑一个联姻呢？林初夏，不要妄自菲薄，你和他们不一样。难道他看出我吃醋了？他要说他们只是过客，而你才是我心里最特别的那个了吗？你和他们不一样。难道他看出我吃醋了？他要说他们只是过客，而你才是我心里最特别的那个了吗？他们那群人的智商连基本的 Excel 红命令都跑不明白。如果雇佣他们，我的沟通成本至少要翻3倍。而你不同，你不仅能熟练使用办公软件，任劳任怨，最重要的是，你比他们便宜得多。在我的人力资源库里，你的性价比是他们的100倍，所以不要嫉妒他们，你对我的剩余价值无可替代。霍云婷，霍云婷，你去跟你的剩余价值结婚吧，老娘不伺候了。性价比100倍，这已经是市场估值的极限了。他到底在不满意什么？难道是嫌底薪低了想提成？性价比是你的100倍。初夏，真的是你？顾学长，怎么吃这种东西？瘦了这么多，我看着都心疼。听说霍氏集团出了点事，我还不信，没想到你们真的在这里。这才是正常人总裁的挂风，温柔体贴，不说黑话。这几个月受的委屈，终于有人懂了。这种心跳加速、血压升高的生理反应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因为昨晚的咖啡因超香超料导致的心律失康？不对，顾子涵这个常年做杠杆收购的图书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在对我的核心员工进行物理接触，他想挖我的墙角。顾子晨未经邀约擅自闯入我司核心研发及工区，我有权怀疑是在进行商业间谍活动。云婷，好久不见，听说你现在改当二房东了。我今天来不是找你的，我是来找初夏的。初夏，你这种级别的人才，窝在这种连空调都没有的地方太屈派了。来我的投行吧，做我的私人助理，年薪100万，配车配房，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而且，哇，100万年薪还不用受委屈？顾学长，你说的是真的吗？对方开出了溢价200倍的薪酬包，这是典型的敌意收购技术 takeover， 必须立刻启动毒丸计划，配偶进行防御。他哪里都不会去。霍云婷，你现在连自己都养不活，凭什么限制他的职业发展？你这不是自私吗？凭法律，第一，林初夏入职时签署了长达5年的竞业限制协议，如果他现在跳槽到你的金融机构，违约金高达5000万，你愿意替他支付这笔沉没成本吗？第二，他是 Matrix 1项目的联合创始人，掌握着我司下沉市场生态闭环的核心算法和商业机密，任何试图带走他的行为，都将被我司庞大的法务团队，虽然现在还没有招倾家荡产。你说怎么来常大一砍价吗？还有什么时候签过违约金5000万的竞业协议了？云婷，你到底是怕他泄露商业机密，还是怕失去他这个人？这在商业逻辑上是同一概念。核心资产一旦流失，业务链就会断裂，这是纯粹的理性疯狂，与情绪无关。是吗？初夏，早餐趁热吃，我晚上再来接你下班，我们去吃米其林，顺便聊聊那5000万违约金，我怎么替你付。吃醋了，这块冰山绝对是吃醋了，看他刚才紧张的都快背法条了，真可爱。
哎呀，5000万违约金呢？顾学长居然愿意替我付，真是太感动了。老板，你说我晚上哪件衣服去付？从今天起，没收一切外部不明投资人赠送的糖衣炮弹，这盒高燃量碳水化合物由公司代为销毁。还有，鉴于公司目前面临极高的核心资产被并购风险，立刻签署这份核心资产团价性使用及防流失附加条款。2. 乙方的情绪变动需提前向甲方霍云婷报备，严禁因外部雄性生物产生多巴胺分泌异常，以免影响工作效率。3. 作为补偿，甲方将乙方的全勤奖额度上调至300元，并恢复之前扣除的200元。霍总，你这哪里是防商业间谍啊？你这明明就是不想让我跟别的男人约会嘛！胡说八道！我这是为了防止 IP 外泄做出的必要风控管理，立刻签字，否则扣光你下个月底薪。老板，你破产到连天桥底下都睡不起，要来抢我的城中村单间了！纠正你的错误认知。要来抢我的城中村单间了！纠正你的错误认知，我这不是无家可归，而是针对顾子晨这个秃鹫资本的恶意挖角采取的紧急物理防御措施。鉴于顾子晨今天表现出的高强度并购意图，我判定你目前的居住环境存在极大的 IP 流失风险。从今天起，我将作为你的24小时贴身风控官员，对你实行全天候驻场监管。驻场监管，用人话翻译一下。简单来说，我要跟你同居。同居？这也太突然了吧！我这满地乱扔的袜子和3天没洗的内衣还没收啊！等等，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他解领带的动作怎么那么欲？难道他终于忍不住要对我这个贴身秘书下手了？难道他终于忍不住要对我这个贴身秘书下手了？空间利用率不足20%，动线设计极其反人类，通风系统堪比地下防空洞。最致命的是你的卫生标准完全达不到企业的5S 管理标准，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龙哥，立刻采购一台德国原装进口的 Milo 空气净化器，一套全包围式除螨级顶级乳胶床垫，以及一台智能恒温热水器，连夜送到城中村。老板，你对我太好了，你居然为了我买这么贵的家电。你想多了，这些是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我的核心员工，你如果因为甲醛超标或睡眠质量低下导致第2天工作效率下降，公司的损失将远超这些电器的成本。这笔账我算得很清楚。不过鉴于这些制购费和你也想说使用电，我会按市场价格50%从你工资的代收先扣1200。把我的感动还给我！你这个连同居都要收设备支费的谢鬼！怎么了？这根水管的管体厚度严重不达标，无法承受夜间市政供水的强压。我刚才试图用流体力学的原理进行临时封堵，但失败了。你还愣着干什么？立刻拨打物业电话，启动应急预案。林初夏，闭上你的眼睛，你的视线已经构成了严重的职场 X 骚扰。听好，这是一条合规红线，越过这条线意味着你触发了公司的重大违纪条款。如果你的肢体在睡眠状态下对我的物理空间造成了侵犯，我将按照平方厘米100块的标准扣你的绩效。装，你就接着装。刚才在洗手间耳朵红得跟猴屁股一样，现在又来立贞节牌坊，看我晚上怎么治你！警报！核心资产1月界遭遇严重物理接触。为什么中枢神经在疯狂分泌多巴胺？为什么我不想把他腿推开？这绝对是顾子晨派他来对我进行的糖衣炮弹攻击，但我好像中毒了。还系统散热，老板，你心动中的声音连城中村的流浪狗都听见了。家人们，今天带你们探迷昔日千亿太子爷霍云亭的神仙居所。听说他现在连饭都吃不起了，只能靠睡在一个女员工的30平米出租屋里吃软饭。今天我们就来给他送点温暖。霍云亭，别来无恙啊！哎呦，这件南方饲料厂的高定是哪个大师设计的？你那高傲的自尊心呢？现在居然沦落到在一个下等女员工的破屋子里蹭睡。你爸要是看见你这副模样，非气得脑溢血不可。老板，怎么会？靠！前女友带媒体来茶坊看笑话了，老板这身打扮也太社死了吧！前女友带媒体来茶坊看笑话了，老板这身打扮也太社死了吧！完了完了，这下彻底名誉扫地了。白芷柔女士，未经预约带着未经授权的媒体闯入我司的下沉市场沉浸式用户行为研究实验室，谁给你的胆子？什么？林秘书，向这位毫无商业嗅觉的女士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会驻扎在这里。好的，霍总。白小姐，你看到的所谓出租屋，其实是我们 Matrix 1项目的 MVP 最小可腾性产品极客孵化仓。霍总为了深度挖掘下沉市场生态闭环，获取第一手真实的用户数据画像，毅然放弃了 CBD 的舒适区，亲自进行24小时全景式底层逻辑穿透。你们少在这里用这些词糊弄人，你们就是破产了！白小姐，
既然你今天非要聊资产，那我们不妨聊聊你新订婚的那位未婚夫赵天宇的海天地产项目。你想干什么？海天地产上周发布的3季度财报，看似营收增长20%，实际上核心现金流全是靠高息过桥资金撑起来的。他们在城东那块地皮的容积率造假，一旦被查处，资金链将在48小时内断裂。如果你现在还没把你的私人资产从他的信托里剥离出来，你大概还有2天时间，就会体验到我现在的下沉式生态闭环了。你血口喷人！你给我等着！老板，我刚才编的那套黑话还可以吧？你在极端压力测试下的公关反应速度，超过了霍氏集团公关部总监。你的黑话编造能力与我的战略忽悠逻辑形成了完美的底层关构互补。林初夏，你是一个极其优秀的合伙人。救命！他刚才是不是笑了？穿着南方饲料厂的老头衫，居然还能笑得这么要命！而且他夸我了，不是夸我性价比高，是夸我优秀。完了，我好像彻底裁撤在这个神经病老板手里了。完了，我好像彻底裁撤在这个神经病老板手里了。沉浸式用户调研，即刻孵化仓。这臭小子要饭都要出优越感了是吧？还能用黑话把白家那丫头忽悠瘸了，顺手做空了海天地产的股票。老爷息怒，少爷这不仅没被苦难打倒，反而展现出了极强的逆商和公关能力，说明您的基因遗传的好啊！好个屁！我看他是太舒服了。还有那个叫林初夏的小丫头，居然跟他一唱一和，默契得很。老李，马上给陈中村的公建局和水务所施压，以线路安全检修的名义，立刻切断他们那栋楼的水电。我倒要看看没水没电没网，他还能孵化出什么幺蛾子？怎么又停电了？杀千刀的物业！完了，我刚算好的账没保存。老板，是不是你昨天修水管把电线给弄短路了？不符合逻辑。根据城中村电网负荷曲线，今晚气温骤降，并未达到峰值，这显然不是自然断电。很明显，我们遭遇了定向的基础设施物理层阻断，有人在对我们的供应链进行降维打击，试图切断我们的核心生产力。大哥，就是单纯的城中村停电而已，你非要加这么多高高大上的定语吗？你当这是科幻战争电影呢？行了，别分析了，赶紧找光源。我记得前几天楼下超市打折，我买了2根备用蜡烛，找到了。林初夏，你采购物资时完全不考虑商品的情感附加属性吗？林初夏，你采购物资时完全不考虑商品的情感附加属性吗？为什么买这种违规规格的照明工具？警告，室内2氧化碳浓度疑似超标，导致我的中枢神经出现幻觉。为什么这种粗烈的红色光源会让我产生一种想要吻它的非理性冲动？冷静，霍云婷，这绝对是缺氧导致的判断力下降。飞天大蟑螂！小心！老板，那个蟑螂飞走了，你可以松开我了。还有，你的心跳好像有点快。刚才的重力加速度达到了9.8ms 量，为了防止核心资产因碰撞产生物理折损，我必须对你进行全方位的缓冲包裹。第二，我的心跳加速完全是因为突发坠落引发了肾上腺素的异常分泌，属于标准的战斗或逃跑 flight 生理应激反应，与情感变动毫无因果关联。第三，在危险警报完全解除之前，为了防止2次伤害，我要求延长物理接触时间，这是风控指令，不许反驳。去你的物理接触，去你的风控指令！你明明就是舍不得松手，死傲娇，承认一句对我圈练会判刑吗？警告，系统遭遇严重的非理性物理缠绕。为什么我没有在第一时间推开它？为什么我的心率始终无法降至静息水平？这种未经授权的深度接触，已经严重违背了风控原则。但我居然觉得他的口水留在我胸肌上的触感，有点该死的可爱。霍云婷，你疯了！林初夏，停电了没关系，我来拯救你了。初夏，我知道霍云婷那个破产废柴连电都供不起你，跟我走吧，我的大别墅永远为你敞开。这台发电机就当是我给城中村居民的扶贫物资。你居然真让他睡这种连电都没有的狗屋，你还是个男人吗？初夏，
只要你点头，我立刻给你100万年薪。这台30万的发电机也马上闭网供电，离开这个连基本生存条件都无法保障的废物吧。顾子晨，你的商业嗅觉还是和你在商学院时一样，停留在用廉价固定资产去贿赂目标的低级阶段。你装什么大尾巴狼？你现在连让他吹风扇的电费都交不起。作为2级市场的投资人，你来晚了。鉴于该核心资产对我司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就在昨晚，我已经对它完成了绝对控股。它现在已经正式被我私有化退市了，不再接受任何外部资金的报价，明白吗？哎呦，小两口昨晚战况很激烈嘛！哎呦，小两口昨晚战况很激烈嘛！霍雨婷，你无耻！你居然对前员工下手！你胡说八道什么？什么私有化退市？谁被你绝对控股了？那是清白的女孩子能听的词吗？我只是运用了一点信息差，对竞争对手进行了认知干扰，这叫零成本击退野蛮人。吃吧。虽然顾子晨的脑子是个负资产，但他买早餐的品味勉强及格。顺便说一句，这份早餐市值380，要从工资扣76块。霍雨婷，你这辈子跟钱过去吧！顾少，你被地摊的破产总裁抢了女人，这笔精神损失算不算你的不良资产？白芷柔，你现在的名声在圈子里已经破产了，怎么想让我接盘？别误会，我对你没有感情，纯粹是寻求战略合作。敌人的敌人就是并购对象，你需要我帮你对付林初夏，挽回面子。有点意思。那明天的天使轮峰会，我们就以联合战略伙伴的身份出席。记住，这是一次不走心的业务外包。下午2点，亚太未来独角兽创投峰会将在希尔顿酒店举行，这是我们拿首轮融资的最佳条版。但我刚查了，峰会的路演入权加上项目基础注册证，一共需要5万块。这里面有58000块钱，是我从大学开始发传单、做家调，加上这几年当牛做马攒下来的嫁妆钱，密码是6个8。58000块，我以前给门庭的小费都不止这个数。这是他用来结婚的钱，是他对未来人生的全部安全感。而现在，他把他的底牌全压在了一个身无分文的破产总裁身上。霍云婷，如果你输了，你连畜生都不如。林初夏女士，我正式今日接受你的天使轮领头。从现在起，你不仅是我的合伙人，我霍云婷承诺，未来无论 Matrix 1估值多少，你都将享有绝对不可理解的49%股权。谁要的股权啊？你赶紧给我赚回来！要是赔了，我就天天半夜在你床头哭。快！峰会要穿正装，这是我刚在路边边摊给你淘的西装，99块钱包邮的尾货，赶紧换上。勉强能穿。走，去给那所谓的顶级 VC 上一堂基础逻辑课。哎呦，保安呢？怎么什么捡破烂的都放进来？霍云婷，你还真是不死心啊！穿的什么破烂玩意儿？化纤的吧？连个褶子都熨不平。这里是10亿级项目才能进的门，你拿什么敲门？拿你那个城关村期停电的狗蹲吗？云婷哥，你要是实在饿得慌，去后厨要点剩饭也行，何必来这里丢人现眼呢？缴费。项目名称 Matrix 1，立刻安排我进入路演序列。拿邮政存折来天使轮峰会，这哥们儿疯了吧？没有 PPT， 不讲情怀，只说逻辑。霍少，你不会要给我们讲怎么在城中村卖烤抄吧？顾少刚才路演的海蓝 AI 社交项目，用户留存率不到8%，获客成本高达400元每人。这种靠烧钱买假数据的 PPT 项目，在我的风控模型里被称为合法诈骗。你放屁！你懂什么？下沉市场不是卖烤肠，而是中国经济最大的微观现金流水池。Matrix 1通过对城中村闲置空间、廉价劳动力和极其原始的供应链进行数字化重构，将单点平效提升了400%。你们在 CBD 争夺那群精致穷的小资，而我已经垄断了城市折叠面上最底层的生息资本。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来求你们投资的，我是来通知你们，一个全新的估值100亿的独角兽正在诞生，而你们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立刻掏出支票，求我给你们一个上车的机会。好一个微观经济净重构！好一个狂妄的小子！5000万美金我投了，不用尽调，今天就打款。他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我的99块钱西装被他穿成了王者的战袍，5000万美金啊！我的天，我是不是要发财了？介绍一下，这位是 Matrix E1 的联合创始人，也是我唯一的天使投资人。个十百千万，老板，这折合人民币这是3个多亿！
作为估值过亿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你的抗风险心理素质显然不达标。区5000万美金的天使轮，就让你产生了严重的神经末梢抽搐。走，去哪儿？去进行固动资产配置，同时去收回一点情绪上的坏账。哎呦，这不是我们的百亿独角兽创始人吗？沈老说投你不过是口头承诺 term sheet， 在资金过桥之前，你还是个穷光蛋。怎么带你的穷酸保姆来这里蹭免费的依云矿泉水喝吗？先生，我们这里是高定区，您身上这件化纤西装容易起静电，会影响我们珠宝的磁场，麻烦您出去。神特么化纤起静电影响珠宝磁场？你们这些奢侈品柜姐的物理是体育老师教的吗？顾子辰，你的眼光还是这么具有下沉市场的潜质。这种净度不到 VIS 的碎钻拼接品，在我的财务报表里只配归类为快速贬值的消耗品。你少在这里装蒜，你有本事买一个我看看。公司账户隔离是顶级 CFO 的底线，挪用投资人的公款泡妞，那是蠢货和经济犯才做的事，而合规合法的个人信用杠杆游戏才是艺术。把那个拿出来。先生，那枚星辰之泪售价是8800万。我不想重复第二遍，刷卡。顺便把你们店里所有的异域矿泉水全部倒进门口的垃圾桶，我不喜欢这里的服务态度。老板，你疯了！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第一，这枚蓝钻的保值率高达 99.9%， 在财务上属于极优质的避险期固定资产。第二，你作为 Matrix One 拥有 49% 股权的联合创始人，你的个人形象已经与公司的估值深度绑定。你身上如果连一件上千万的配饰都没有，会让市场怀疑我们的现金流健康状况。第三，你是我的天使投资人，这枚戒指相当于我个人的无限责任担保物，戴上它，你这辈子都不准套现离场。第三，你是我的天使投资人，这枚戒指相当于我个人的无限责任担保物，戴上它，你这辈子都不准套现离场。救命啊！谁教他这么送戒指的？把8800万的求婚戒指说成是固定资产和担保品，这个男人的浪漫细胞绝对是被华尔街的资本家吃了吧？可是真的好酥啊！哈哈哈哈！好小子，居然连沈老那只铁公鸡的毛都能拔下来，不愧是我霍震东的种。老爷，那少爷算是通过您的测试了吧？是不是可以让他回家族接班了？接班早着呢，50亿的盘子都接不住，5000万美金就想翻天？是，动用集团旗下10个亿的流动资金，去城中村旁边给我砸一个一模一样的超级大卖场和深夜食堂。他卖39块9盲盒，我们就卖9块9。他用废弃死虾，我们就空运波士顿龙虾。我要对他进行全链刀的烧钱补贴战和供应链绞杀。是，我要让他知道，在绝对的资本重兵压境面前，他的那点微观经济模型连一根烤肠的进货渠道都保不住。